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雷电2代》。前两天呢，给大家录制了1代，本次录制2代也同样采用一个1控2的方式。本作最大的改变就是新增了2种武器，尤其是主武器的紫色的激光，人气比较高。那这次这2架飞机呢，我就是一个采用紫色的激光，一个采用红色的散弹。这样武器方面呢，2架飞机有一个互补。副武器的话，仍然还是都使用跟踪。高手的话，肯定是使用黄色的 M 蓝，攻击力比较高。但是我呢，还是习惯使用跟踪武器来弥补自己弹道的攻击盲区。本作新加入了2个武器，在剧情方面也有解释。剧情方面呢，2代的设定是，在1代的3年之后，外星人又一次入侵了地球。这样地球人呢就开发了2种新的武器，第一种就是紫色的等离子激光，有一定的跟踪效果。第二种呢就是黄色的导弹，这种黄色的导弹呢爆炸的范围更广，所以说起名字叫做散爆弹。后面打 BOSS 的时候呢，有机会给大家演示。第一关的地图呢叫做霉菌森林，这里有一个隐藏，看见这个弹坑了，它上面有一棵树，咱们打这棵树的话，就会出现加分的道具。有小伙伴跟我说呢，这个加分的道具还有一种功能，就是如果吃到之后咱们炸了的话，会给 P 的。这个我没有试验过。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小伙伴证实一下。本关的 BOSS 呢，名字叫做步行者，也可以叫漫步者，让我想起了 NBA 的某支球队。BOSS 是有2个的，都是很大的步行的战车。好的，出现了。它是有反正的，那它这一面呢，攻击方式就比较简单，转过来之后呢，攻击的就比较密集，这样到 BOSS 之前，我就已经把2架飞机合到一起了。2架飞机分开一点呢，是方便2个分别持不同的武器。其实本作里的紫色激光，我感觉似乎是不是那么强的。大家刚刚应该看见了。第一辆坦克打炸了之后呢，飞出去一个红色的水晶，这个红色的水晶就是外星人的中控了。他利用这个东西控制一些巨大的兵器，和咱们进行作战。第2只打了很久，卷轴都不动了。如果我2个都是用的默认武器贴脸输出的话，应该早就把它打完了。但是有一个子午呢，确实是比较安逸一点。前2天录制1代的时候，我记得一共我是玩了34分钟还是35分钟才通关。那有的小伙伴表示视频实在是太长了，看起来很累，并且呢一个飞行射击游戏全程都比较紧张。其实我也想把视频做短一点。2代的话咱们就分2期了，这样每期大概是16、17分钟。我记得我5年之前刚刚制作所谓的短视频的时候，一般的平台呢对15分钟以上的视频不是特别友好。现在呢情况又有了变化，很多平台其实对5分钟以上的视频就不是那么友好，因为现在玩家的注意力越来越难集中了，因为娱乐的方式太多了，并且现在的小视频吸引了更加多的玩家的精力。这种长视频啊，如果很多的东西没有马上给到玩家的话，可能他就划走。我仍然是坚持做起码15分钟左右的视频，这样照顾像我这样的老玩家嘛。第2关的地图，永永岩之都。这里这个机器呢，就显示出我的攻击力不足了，而且这个地方也比较危险，
因为它发射的散弹空隙比较小。我控制2个飞机如果没有重合的话，在这个空隙就很难钻过来。几乎是一个可丁可卯的缝隙啊！这个太紧了，不太好钻。这2个武器我现在都没有升满，其实应该先升满1个的。那1代的话，2个飞机如果重合，吃武器的逻辑呢是1批首先吃满，都不是首先吃满了，所有东西都被它吃掉了。那本作我试了一下，如果2个飞机重合的话，所有东西都是2批吃，并且本作的分数呢也是2批拿得多，所以说没办法呀，我就只能呢把这2个飞机多分开几关了。打 BOSS 之前呢，可能合体一下。本作的画面其实我觉得比上一代也有了进步，很多大型的战车、坦克打爆了之后，它会损毁地面的一些建筑或者道路，细节拉满啊！要知道这是一款1993年的街机游戏。那其实本作呢，在1994年也以加强版的姿态移植到了 PS 平台。PS 平台的难度其实比本作要低一点，细节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调整。好的，第2关的 BOSS 战了。这是一架信天文号，这个战机和1代的第2关 BOSS 差不多，它都是身上的护甲呢可以变成小飞机来撞你，但是 BOSS 本体的攻击方式就乏善可陈了，也比较好躲。好，这是一种，第2种呢，我放一个炸弹吧，放的呢就是散爆弹。本作新加入的一个炸弹，打爆了 BOSS 之后，那个红色的水晶呢又飞走了。大家注意，现在1批左下的位置，我吃了2个黄色的散爆弹，那红色的呢是它自带默认的。如果你的炸弹都是同一个类型的话，那你吃到7个呢就满了。再吃的话，加的分数很多。如果是混装的话，再吃炸弹的话，应该是加5000分，分数比较少。咱们来到了第3关巨岩渡口。其实第2关呢也是有一个隐藏要素的。据说啊，在 BOSS 战之前没多远，会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有一个小汽车开过来，红色的。打爆了之后呢，有10000分。但是啊，你看咱们现在武器的覆盖范围，1批的武器呢覆盖范围很广，2批还是一个跟踪，2个飞机的副武器也都是跟踪，所以说这个小车一般是没机会出现在屏幕上，以至于很多的小伙伴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要素。其实我在查资料之前我也不知道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隐藏要素啊。大家注意那个徽章，以及左下方出坦克的那个位置。如果我一直不开枪的话，左下方出坦克那个位置出了第2辆坦克，它会把徽章的那个箱子撞毁，它会变成一个奖命。如果是我打的话，那它就是一个徽章。这是一个隐藏要素。你说这种隐藏要素如果不查的话，谁能知道？咱们的武器这么猛，那个箱子碰一下就碎啊。但是想吃到那个奖命呢，难度也比较高，你需要半天啊不开子弹，不开枪。这个有20秒不开枪的话，我估计我2条命都交了，别说1个奖命。所以说呢，捡不捡那个奖命的话，还是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吧。高手的话可以去捡，我是没有实力捡了。游戏的流程呢，一共是8关。这样，上半期呢，我应该会录制4关。本作的卷轴和上一代也是一样的，左右都是有空间的。这样其实很多时候呢，你切卷轴的时候会被敌方的坦克、飞机什么的打到，非常危险。
所以说你切卷轴的时候呢，要么你背板很强，要么呢你就斜着的方向，不要水平着走去触碰屏幕的边缘。可能是快到 BOSS 炸了，敌方的子弹很快呀。我玩的呢是一个街机的版本，其实给大家录制 PS 版本好了，因为 PS 版呢难度比较低，并且你可以选择难度，简单难度呢是3关，中间的正常难度是5关，你如果选高难度的话，就是和街机一样，它是8关，并且打完8关之后，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打下一个周末。PS 版本呢毕竟是家用机，所以难度设置的稍低了一点。能够让更多的玩家通关吧。好的，第3关的 BOSS， 第3关 BOSS 的名字大家很熟悉啊，它是一个战列舰战斧号，很多小伙伴玩过战斧吧？但这个 BOSS 呢很好打，你看他这个子弹看起来很凶，但是非常好躲。空隙太大了，我如果不是这个子午的攻击力不太给力啊，早就把他打爆了。这个子午现在很粗了，又紫又粗又直的。第3关过关，下面是第4关。第4关的名字呢叫做黄金沙漠。反正我录制视频呢，如果我能找到的资料，尽量都给大家找来给大家介绍。像这种资料呢，咱们当年玩是肯定是接触不到的。比如说关卡的名称，比如说 BOSS 的名称等等，还有游戏的背景故事。录制1代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，咱们开的飞机呢叫做雷电 MK2，2P 呢是贝塔型，所以说在上一期我也说了 ，MK2 听着真的很像高达呀。哇，看那个飞机坠毁之后呢，烧毁了一片树林，这细节真的做的是很不错呀。第4关也是有隐藏要素的，到那个位置呢，再给大家演示吧。第4关的隐藏要素还是比较容易达成的，它和第1关也差不多，需要你攻击特定的东西。但是第3关呢，我觉得实在是有难度。不过第3关给的奖励好啊，一个奖命。咱们现在这个子午应该已经是最粗的了吧？满级之后，我感觉它的实用性不如红色的子弹。你看吃炸弹的话，都是2P 优先。武器应该已经满了，所以我把2架飞机呢合到一起了。这一圈10柱都要打，打完了之后呢，中间出现一棵树，咱们再打这个树，又出现小精灵了。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本作的难度好像是没有1代高。这些小精英怪虽然多，但是攻击的模式都比较固定。还是比较好躲的，子弹虽然快，但空隙也比较大，保持运动，因为他们攻击的指向性都非常强。
前方不远应该就是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呢，需要打很多的部件。那 BOSS 的本体呢，叫做雷霆要塞。还有很多的坦克。我看一下，咱们现在导弹有9发。2个飞机呢是不能同时放导弹的。这个玩上部作品的时候，有小伙伴问到，所以说跟大家补充介绍一下。这里优先放的是2批的，所以说游戏已经打了一半了，这么多导弹也没有用，就多放一点。两侧出现了2个小坦克。好，这回是本体了。这个紫色武器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容易分散注意力啊！我记得小的时候玩，我还跟小伙伴说呢，看你这武器转圈了，拧成麻花了，结果下一秒自己挂了。好的，那奖励吃一下吧。这样进入了结算的流程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咱们下一期呢继续再给大家带来5到8关的流程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